佛法的力量妙不可言，咒语的效果难以度计。小编在往期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不少有关佛教咒语的内容，不知道大家还有在坚持吗？效果如何？今天想再来和大家聊聊我们为什么要持咒，并再为大家分享2条有用的佛教咒语。首先，咒的作用应该是被肯定的，它是用特定的音符和特定的语句所组成的符号，代表着特定神明或佛菩萨的尊称和力量。咒语的出现一般是透过所谓通灵者的媒介，由神灵所传授，而为民间所采用。无论是东西方，都有咒语的流传、使用和信仰。在民间，咒符并用，符是用笔绘成的符号，也是代表特定神明的灵力。所以遇到一些小不如意事，以现代人所称的民俗治疗法，也可以产生疗效。有所谓民间信仰的符咒力，达到驱邪、避凶、趋吉的目的。以同一种特定的语句反复的持诵，便会产生咒的力量。其中固然有代表神明的灵力，但重要的还是持诵者的心念集中之力。所以持咒者持诵越久，效验越强。如果能够专心一致，反复持诵同一咒文，也能达成统一身心，从有念而至无念的禅定效果。所以现在的佛教也不反对使用持咒的法门，并且由于梵文的咒有总持的意思，就是以一咒的咒法统摄一切法，任何一咒语只要修之如法，持之以恒，都有相当大的效验。主要是因持咒兼带持戒、修定，产生慈悲心和智慧心，必然能够去执着而消业障，这样也必定能感通诸佛菩萨的本誓愿力。许多经典都说持咒可以治愈各种疾病，甚至连一切贪嗔痴心病亦能去除。持咒方便，易于习诵，口诵即是真心，能断烦恼，安乐法身，不需要通教典即可成就。如病人得了病，服之能除病安身，不需要精通医书。如果要先广知医书，精通药性后再去治病，这种人恐怕是万中无一。许多修行法门都要求明悟真心，然后修行，对条件不具备的众生来说是比较难的，故佛设此真言门，以利广大众生。持咒可以越过依教生信、依信生解、依解起行的路子，如同服药治病一样，不解药性并不影响治疗，唯信药可治病就行了。佛陀说咒力不可思议，岂须狂哉？但是念咒却不能仅强调其咒力的神秘性，若一味地将之神秘化，那便跟南巫没有分别，而且层次跟许多原始宗教无异。我们还可以把咒力分为2个层面来解释，一个关于生理，一个关于心理。首先来看看生理，每一个声音其实是一组声波频率的振动，每个人发音振动的幅度有高低大小的差别，但同一声音其振动频率却无分别。所以你扯进喉咙念一声呀，而我低声在喉咙念一声呀，2个呀每秒钟的振动次数都应该相同，只是你发出的声波波幅高，我则波幅低，如是而已。所以影响人的生理是咒音的频率，并不是波幅。某一频率的物体当受到同一频率振动时，这物体便会发生振动。在古代已有铜山东崩，螺中吸应的故事，那只是因为铜山跟洛阳的铜钟有同一振动频率而已。是故念咒云云在生理方面的作用，便是可以借咒音来振动自己的内脏，以致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。藏密祖师说念咒可以通脉，道理便是如此，因为脉便是人体生理结构的代名，勤力念咒，欲念与舒服，即是生理上的良好反应。因此并不是每条咒都适合任何人，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特别适应的咒，因为每个人的生理结构都不一样，是故见咒就念未必有益。其次是心理因素，首先咒力可以让我们更容易集中意念，修密宗的第一步是意念集中的训练，佛家将人归纳为身语意3份，因为能够有行为举动者，不是身便是语或意。想饮茶，拿起茶杯，饮一口茶入口，想饮是意的活动，拿起茶杯是身的活动，饮一口茶便是气的活动。
而念咒云云则正是借此调气，亦是语方面的修持。气能调，意念便容易集中。任何人都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当我们心猿意马，杂念纷呈，六神无主的时候，便会感觉到气喘。与此相反，则是气定神闲。气定神闲这4个字，意思为盖闭神闲后才能气定，一慌乱，气则不能定意。也可以反过来说，必须能气定，然后是能神闲。假如气喘如牛，想神闲便十分困难。所以密宗念咒是一边念一边调气，调到气顺，意念便容易集中了。是故念咒不必太快，不必太高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宜的音量与速度，各适其适，便会欲念与顺气。斗大声斗快，自己乱了自己的心意。藏密修持的初步成就是使气能入中脉，气能入中脉则得定，同时升起出世间的智慧。因此念咒并不是入定，但能习惯念咒则可以因气调脉顺而容易入定。也可以说念咒其实是训练意志集中的前行过程，这部分作用属于心力。接下来小编就来分享2个有用的咒，大悲咒与往生咒。来说说大悲咒。大悲咒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，总计84句，除梭罗梭罗1句代表五浊恶世之外，其余83句代表83位菩萨，虽是同句，但代表菩萨各不相同。该咒流传极为久远，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共同赞叹，功德威力无与伦比，是所有法会佛事中都一定会持诵的神咒。据大悲心陀罗尼经记载，观世音菩萨在过去无量劫前，于千光王境诸如来处首次听闻大悲咒，并受命以此心咒普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。当时的观世音菩萨位居初地，一闻此咒便超越八地，成为法喜充满的八地菩萨，立下为利乐一切众生而生千手千眼的誓愿。发愿后马上便具足千手千眼，十方大地为之震动，十方诸佛为之放光普照。观世音菩萨此后又在无量佛会重闻此咒，并亲自受持，即使经历了无数亿劫的生死变异，也常所持诵而不废忘，也因持此咒而常以莲花化生佛前。大悲咒利益功德广如大海，而探莫能尽，无论是消障除难、得善遂愿，还是究竟的绝症解脱，大悲咒都能因其不可思议的大方便威神之力广为利乐。我们在行住坐卧时都可以持咒，若真要躺着，只可听闻或默念大悲咒，这是对佛菩萨的礼貌尊敬。若是念诵或听闻大悲咒，应该在念诵或听完后再睡下休息，以是对诸佛菩萨的恭敬心。如果是人老有病，只能躺着持咒或听咒，那是不得已的办法，只要学佛人心诚，佛菩萨会谅解的。否则在一般情况下，建议不要躺着出声念经念咒。平时行走、坐车、睡觉前，或者在看电视的时候，都可以在心中默念佛菩萨圣号与佛咒。也许有人会问，我们每天在家里应该念大悲咒多少遍？念的遍数为3遍、5遍、7遍或108遍数。至于每日念的时间，可根据自己的时间而定立，并规定念多长时间，念的遍数越多越好，念的时间越长越好。念佛大声或者是小声念佛都没有关系，如在公共场合或在睡间床上休息的时候，只能心里默念。念或者听大悲咒完后，不要忘记做回向，只要每天坚持念诵，次数越多越好，效果也就越显著，必定会有大收获。念佛要精进，就是不执不贪，摄心念佛，身心归一，才能做到一心不乱，感应才越大。望您亲身领悟和体会，摄身念佛，利益功德甚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说说往生咒。往生咒又名阿弥陀佛根本秘密神咒或四甘露咒。很多人疑问为什么要这么多名字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往生咒是修学净土法门必读的咒语，其功德与功效无量。对于修学者而言，现生得福，报中登9品之莲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往生咒是佛教净土宗信徒经常持诵的一种咒语，也用于超度亡灵。若要持诵往生咒，应该清净3夜，沐浴漱口，至诚一心，在佛前燃香，长跪合掌，日夜各诵念21遍。若此，便可以消灭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4重罪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5逆罪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爱、憎恨、愚痴10种恶业，甚至连毁谤大乘经典的罪都能消除，现世一切所求都能如意获得，不被邪恶鬼神所迷惑。若能持诵20万遍，就会萌生智慧的苗芽；若念30万遍，就能亲自看见阿弥陀佛。往生咒是早晚课诵集中10小咒之一，焚香跪拜佛像，合掌念诵此咒，日夜各21遍，能灭忤逆、十恶、谤法等重罪。诚心念此咒，阿弥陀佛常在头上保佑，冤家不能伤害，可享安乐之福。持诵此咒，现世心生欢乐，喜悦无比，消除一切烦恼，临终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净土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咒语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对佛教咒语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与见解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